大家早上好。我们今天又要移动了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环美旅行的第112天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在南达科他州的喀斯特州立公园。现在是早晨6点半。从营位上过来呢，我们先荡了一下水，因为这儿的那个营地呢，没有下水，只有电。只有电的地方，我们却感觉特别好。这几天呢，天气特别的晴朗。我们在这儿住了4晚，4天都出去了旅行，这是我们在别的营地里没有做到的。因为这个州立公园呢，因为它海拔比较高，它平均海拔呢要到1200米到1800米，所以呢，高的地方呢还有2000多米。所以在游览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就是经常会口干，然后呢还要准备一点润唇膏。这个营地呢，入住的时候呢，并不需要 check in， 也不需要排队登记，根据网上自己选的这个位置停到自己的营位上就可以了。每天晚上的傍晚时分，工作人员到你营位上来登记，这一点呢非常好。我感觉这个州立公园的服务也是很好的。我们的营位对面呢就是游客中心，那么来来往往也很热闹。如果你愿意呢，也可以去游客中心获得一些资讯。从这个营地去总统山和风马岩都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，而且旁边呢，喀斯特小镇呢补给也非常方便，有2个超市如果你日常缺点什么都可以补给。这个州立公园最棒的呢，就是它的清晨和它的傍晚。我们呢出去过好几次，早晨这个光线特别好，洒在这个草地上有种恍惚在非洲大草原的感觉。虽然它有起伏的山峦，让我们感觉这可能不是在非洲。满山遍野的小鹿，还有野牛，感觉真是特别好。这个地方也是让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在这儿住4个晚上，一点都不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车行680公里，我们将插着怀俄明州到达蒙大拿州。行驶了300多公里，我们现在在怀俄明州90号洲际高速一路往西，我们就从南达科他来到了怀俄明州。怀俄明州大家不知道熟悉不熟悉？刚才我和 Kevin 在车上聊关于怀俄明州，突然发现怀俄明州是美国人口最少的一个州。当 Kevin 问我的时候，我本能反应，我说人口最少嘛，应该是阿拉斯加咯。他说不是，是怀俄明州。整个怀俄明州人口都不到60万，但它呢土地呢又是美国好像前10的一个州，所以说人迹罕至啊。刚才我们是在16号公路上，16号公路上拍着高低起伏的公路没有车。景象特别漂亮 ，Kevin 一直在等一辆车，前面也没有车，后面也没有车。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不刚才说了吗？人迹罕至这里人口是全美国最低的州，这个州一共只有50-60万人，不到60万可是牛有120万，每一个人有2头牛。我们现在加油的这个地方它就叫野牛市，对吧 ？City of Buffalo。对，太稀奇了所以说虽然产量上来讲，德州的牛肉是美国最多的，但实际上人均
这里人均更高一点，人均2头牛啊！人均2头牛啊！怀俄明州呢，我相信旅游的人都对它非常熟悉啊。怀俄明州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大提顿国家公园、黄石国家公园，还有黄石国家公园啊。黄石国家公园呢，它的大部分面积是在怀俄明州。我们第一次去黄石公园的时候，就感觉到啊，怀俄明就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象，就是这里啊根本不适合人类生活，它不是人类生活的地方，它是外星球。没错，它不是地球上的这个地貌啊。黄石公园一共有5个门，其中有3个门在怀俄明州。所以说呢，它其他的2个门呢在蒙大拿州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目的地。看一下今天这个油价啊。Lifes 啊是4块2毛6，但是比较惊奇的是，它的 propane 居然已经是5块5毛6了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梗。16号公路上，我们是转到90号洲际高速上。16号公路上啊，不但是车没有，最主要2旁的广告牌也没有。广告牌没有说明什么？就是这条路实在是车太少了。广告商都不愿意投入这个最基本的广告牌，所以真的是人迹罕至啊！好，我们在怀俄明州停留，加油，继续往蒙大拿州出发。我们现在在蒙大拿，蒙大拿的最大城市叫 Billings， 这地方的风啊，这今天可苦了驾驶员了。我这倚着这个汽车的这个门框都能给我吹回来。话筒你可能听不太到，因为我们这个是降噪模式，你就看旁边那小树。你看。昨天啊，看天气预报说40级风，我勒个去！我说可苦了宝宝了今天。问题是它不是那个，就是美国预报的那个 gust， 就是阵风，它是一整天一直这样吹的，就那小树吹啊，它就没有翻过来过。你再看那边，就是所有的树都往那边歪头，它都不回来都，就这么一直吹呀。Costco 进去买点东西。我们环美旅行第112天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蒙大拿州的 KOA 营地。今天呢，实际车行呢是700公里，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5点钟了。今天早晨6点半左右，我们从南达科他的喀斯特州立公园出发，沿途加了2次油，油价呢现在已经是4块2、4块4一加仑了。刚才呢又去 Costco 稍微补了一点货，因为州立公园呢食品消耗还是比较多。到达了蒙大拿，一路上呢风特别厉害。昨天晚上呢 Kevin 也看了天气预报，说这个风速啊要达到40多级，而且不是阵风。反正我们也是不怕开水烫了，沿途旅行不能因此耽搁。所以今天路上呢 Kevin 看车呢应该是比较累的。因为呢，这个手啊一直跟那个风在较劲，这个40多级的风啊一直在吹啊，不是阵风，吹的我们房车啊一直在晃，晃了之后呢，皮卡就提示让Kevin休息，
让凯文喝咖啡。就沿途啊，就是他这个提醒的就太多次了啊。所以说这个草原省啊，蒙大拿也是和我们加拿大的草原省一样，像这个地方的风啊是特别的厉害。刚去 Costco 那个采购食物的时候啊，出来看了一下胎，凯文看了老半天，说这儿的胎怎么都卖雪胎呀？哦，后来才反应过来，这是蒙大拿呀。蒙大拿怎么能够没有雪胎呢？没有雪胎就出不了门了。我们今天呢住在蒙大拿的 KOA， 明天呢还在继续停留在蒙大拿。现在呢晚上5点，营地里呢比较空哦。这个营地呢，因为和黄石公园的旅游线路呢不是完全有关，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比较好定一点。然后明天的 KOA 呢，我们就没有订上，也有可能呢我们是小瞧了，一直认为 KOA 怎么会订满呢？那么就是订满了，所以明天的营地呢，我们也是见机行事了，订上就订上，订不上我们就准备住加油站了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我们环美旅行的第113天，现在呢是早上7点，我们在蒙大拿州的 KOA 营地，我们今天又准备出发了，今天又是移动日，今天呢是车行460公里，还是在蒙大拿州，我们到达蒙大拿州靠近爱达荷州的地方。昨天呢，到这个营地的时候呢，和大家说了，我们呢轻视了这个周末 KOA 的这个容量。想订的这个 KOA 呢，就是已经订满了。那么我们呢，昨天晚上呢 ，Kevin 呢找了一些邻近的私人的营地啊，找到了一家54美刀啊，没有下水，那么也没有什么，我们就过夜一晚，也不去加油站凑合了。昨天呢，来蒙大拿州的时候呢，沿途呢跟大家分享了有40多级的风。40多级的风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我们到 Costco 采购的时候啊，这个房车的门啊，我一个手都拉不开，就这么大的风。这么大的风的情况下，在车上我和 Kevin 还聊起了关于小马拉大车的情况。我们觉得啊，像这样的这个旅行啊，如果你不是说加周边的露营，如果是你要正经的进行旅行的话，我们的 F150配23尺的轻风是标配，一点都不富裕啊。如果你要拖25尺的轻风，其实是稍微有点偏吃力了。那么原来我们没有来东部的时候，没有去佛州的时候呢，我们俩也说过，哎呀，那么如果在佛州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反正也没有山。这次我们去了佛州之后，这个概念也发生了变化，因为佛州的天气也是变化多端，一会儿一阵妖风，一会儿一阵暴雨，所以说前车的力量非常重要。我们的经验就告诉大家 ，F150配我们轻风的23尺是标配。当然，如果你去经销商那里，如果你买二手车，上家的车主那里都会告诉你能拖哦，能拖和拖的没有问题，这个是2个概念。好，和大家分享。那么这个营地呢，旁边就有一个铁轨啊，离开我们营地呢特别近。白天的时候呢，火车轰隆轰隆，声音还很明显。哎，到了晚上没有什么声音。当然有可能美国并不是货车24小时的啊，晚上货车司机也需要休息。然后我们清风的密封呢，效果也很好。所以说呢，我在房车里并没有听到很强的那个噪音，睡得也算比较安稳。蒙大拿州呢，它是一个免税州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到达蒙大拿州靠近爱达荷的时候呢，准备去买一点东西，反正也正好是我们需要啊，然后走过路过。好，今天呢车行460公里，今天是我们环美旅行的第113天。
我们现在行驶在蒙大拿州周围的这个景色呀，就是这种大山的感觉啊，就是当然海拔也比较高，应该算是一个小高原啊。有山有树有草有云的啊，终于又看到大山了。然后天气也有一点凉，现在只有外边9度10度，9度10度左右。对的啊，而且是正中午的时候啊。这一路上过来啊，其实昨天隐隐约约已经看到雪山了，但是今天呢是真正的是在群山之中了。是，然后连续的爬坡啊，这个。我们的油耗啊，继续还是在20、21。对，路上的风景啊是真漂亮。对，真的。每当路上风景漂亮的时候，就不得不感慨，就是你有的时候目的地是一种享受，那么前往目的地或离开目的地的沿途也是赏心悦目的享受，就是公路旅行独有的一种享受。公路旅行嘛，自驾旅行嘛，怎么能没有公路的风景呢？是不是？虽然说外面现在还有点风，但是和昨天的所谓的40多级还是不能比的啊。我还和凯文在开玩笑，我说昨天的40多级配上今天的不断的翻山越岭，凯文说那直接我就下坡了，就给推下去了。是啊，你看那旗子也能看到啊，风还是始终是有点逆风的感觉，后边停的都是房车，都是旅行的人，基本上没什么大事儿，不会路过这个地方。而且它路上的那种氛围感就跟亚特兰大去芝加哥完全不一样，对，没有那么多大货车，不是房车呀，就是自驾旅行的车呀，都是那种游客的感觉，是的，就不是那种大家赶路的那种氛围，工作的，对，工作的氛围，那大货车开的一个比一个快，加班加点去完成一件事儿的氛围。所以我这开车都不是特别着急，就是慢慢的开。我们现在300公里还没有开到啊，反正沿途今天都是眼睛一直在享受，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崇山峻岭了。是啊，而且它这个特有秋天的感觉，草还是黄的，草是黄的，有雪山，然后又有一点凉啊。开车那个在那一上一下的那种下坡上坡的感觉，有点像那国家地理飞越无人机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的，所以说今天才是叫公路旅行啊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个感受了啊。对，好久没有那种在路上很享受的感觉了。对，那个推荐东部的小伙伴啊，有机会一定要来西部看看这种山川大河的啊。对，刚进入蒙大拿的时候还是没有什么显现的啊，今天才是展露本色的。欢迎东部的小朋友来我们西部游览。这种地方开车啊，心都感觉大了。下午1点，我们到达了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地区，车行460公里，还是在蒙大拿地区，将近开了2天啊。我们还在车上聊这个问题，好像一个德州啊，一个加州，一个蒙大拿，应该还有佛州，都是开了2天还没有开出去的地方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环美旅行的第113天，早晨出发啊。路上的风景简直就是美爆了，高原地区啊，云又特别低，舒展翻滚的云，我感觉啊，就是车窗的天窗一打开，我手就能撩下来，这个棉花糖啊，我就马上能够摘到车里面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。它和在草原地区、平原地区看到的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，还是南达科他的时间，和温哥华呢差1个小时。和佛州呢是2个小时，还是时常要提起佛州啊。我们毕竟在佛州居住了2个月。今天呢，路上加了1次油，油价呢已经接近4.5块1加仑了。那么准备明天早晨出发之前呢，我们再加1次油，因为油价呢已经肉眼可见了，马上要接近5了，因为我们马上要接近华盛顿州了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准备呢在周围逛逛，领略一下蒙大拿的物价。明天呢，我们将继续出发。
这个营地呢，就是一个私人营地，就是我们本来想订 KOA 的，没想到呢，周末 KOA 呢客满了。那么我们沿途呢，有一些营地呢，并不是在出发前就订好的，因为有些营地呢，可能根据我们的行程还会做一些小的改变。所以当我们几天前想要订蒙大拿这个 KOA 的时候呢，满了。所以在旅游旺季，大家如果要去黄石国家公园的话，还是要趁早打算。有可能这条线路呢和黄石有关，有可能是周末。因为我们呢是长途旅行，对这一个晚上呢并不是特别在意，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大不了就住 Flying， 大不了住 Labs 的加油站了。那么 Kevin 呢还好刷到了这个私人营地，来了之后呢感觉也挺好的。他呢有水有电，没有下水。住一个晚上，其实有没有下水呢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。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1点，我们房车旅行的第113天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我们环美旅行的第114天。我们现在呢是在蒙大拿州米苏拉地区，现在是当地时间早晨7点半。我们今天又要移动了。今天我们将插着爱达荷州进入华盛顿州，进入华盛顿州基本上离家就已经不远了。今天将车行540公里，今天的时间呢还会再变一次，直到和温哥华没有时差。这个营地呢是个私人营地，没有想到哦，生意这么火，一个营位都没有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人那么多的一个营地了，晚上热闹得很。早晨呢 ，Kevin 去洗漱间，男的洗漱间里面全是人，他们倒不是在这个上厕所，他们主要在洗澡。所以说，这个米苏拉地区啊，应该是一个交通要道。像我们 BC 省，如果你要去这个黄石公园，或者说他们北部的人要穿越去 BC 省或者去华盛顿州，这儿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站。之前呢，我们呢因为对回程的路上的营地呢没有提前的定，所以这次呢让我们知道了一下，就是特别每逢周末啊，如果大家要经过这个地区，还是要尽快定下自己的营位。那么这个营地呢，我们也非常推荐，$54没有下水，其实对于过路的车来说没有什么啊，这儿呢交通方便。开出去没多久就有很多商业。那么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下午我们都干了什么。昨天下午呢，我们大概1点半左右啊，去了周围的一些商业，特别去了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户外用品商店瑞呢，从昨天开始呢，它是一个会员日，会员呢可以8折买正价的东西。我和Kevin在里面逛了很久，我们俩都特别喜欢逛瑞，也隆重的推荐给大家。那么它呢，1年1度呢，每次都有充值的返利，充1000能够返200礼品卡。然后呢，会员日的时候呢，还能正价8折买东西，还有很多打折的东西。我们家很多户外的东西，或者说这些衣服、衣帽，很多都是在这家商店买。这个非广告啊，这是我们真心喜欢的。米苏拉地区呢，没有来之前呢，并不知道这个地方这么灵哦。我们只选择停留了1晚。刚到的时候啊，我感觉隐隐约约有那么有一点像班夫国家公园的坎莫尔小镇，虽然说不是完全像啊，那么也是神似。周围呢也都是高山啊，还有雪山。那么这个米苏拉地区呢，就在这个山谷的里面。最有名的，或许有些人在画报上见过这么个景象啊，这儿有一个哨兵山啊，中文叫哨兵山，上面有一个大写的 M， 大写的 M 就是这儿的一个地标。看到这儿啊，你就知道是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地区。居然这儿还有一个机场，机场呢也小巧精致，我还看到了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。也看了一下啊，这个机场呢，它只飞美国境内，并不飞国际航班。所以这个小镇呢，什么都有，这个米苏拉地区。然后还有一个最有名的，这儿呢就是体现活力的一个蒙大拿大学。所以呢，这儿又是一个户外的天堂，又是一个自由年轻的地方。所以不管是咖啡馆啊，还是购物场所啊，你都感觉是生机勃勃。这个营地也是这样。今天呢，车行540公里，我们将插着爱达荷州进入华盛顿州，我们将正式踏上回家的路程。你看他家呀，赚钱是蛮那个气心的啊。我觉得你们上海人应该特别喜欢。我很少碰见冲这个黑水箱的这个管子啊，这还有一个阀门，看着没有？我从来没有看到
这个东西它给装上阀门的。那这样的时候，你可以在这里就能够控制，而不是走到那边去。我是第一次看见这里给装了个阀门。对。因为我们这个清风呢，是有专门冲这个黑水乡的一个入口。一接上营地，有一些房车没有，所以它就不需要这东西。这东西就是冲洗黑水乡的，大多数阀门都在这里，就像这样的。然后插上之后跑到这里再去开阀门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甚至有一些这个口都对不上，那个已经都坏掉了。有一些营地真的是蛮疏于管理的，但这家确实是特别细心。好，检查一下，准备出发。好冷啊，好冷啊！刚才路上都已经下雪了，而且我还看到滑雪场，北美最好的滑雪场，竟然雪道里还有雪。又来 Loves 加油了，这是最后一站4字打头的油价了。这里的油价呢是4块5毛5。我看了一下，在华盛顿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，包括我们经常去比较便宜的贝林汉姆的 Costco 都已经是5字头的油价了。这儿也是够冷了。就在我们刚刚到达的时候，这里下的还是小冰珠，像是冰雹一样的小冰珠啊，玻璃也不用擦了，在这个路上都给这个大雨啊擦干净了。凄风苦雨啊！这里是爱达河。